来开始说说几个酒量不行的啊，被我忽悠，周柯宇、米卡、林默、小九、远哥，对，就这几个。刘宇说我酒量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毕业那天就是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去喝酒，不是有这庆功宴吗？哎，我的天呐，庆功宴老精彩了，庆功宴真的就是我本来就不太能喝，你知道吗？我酒量本来就不好，那天给我喝懵了，直接我们第二天去机场根本都没醒酒，就整个人都这样了，就是一定要戴着眼镜，不然就是你这完全道儿都走不了。当然那天晚上就已经到了道儿都走不了的程度了，你知道吗？就夸张到那个地步。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想得很清楚，演唱会我已经非常非常累了，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然后正好没吃饭，你知道吗？正好我们10个人都没吃饭，就从台下过来，台下了台之后，我们直接去庆功宴，肯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饭，填饱肚子，对吧？所以我们当时演完之后，就是直接去他那个庆功宴就想吃，一定要吃。虽然知道很有可能这种场合你一定是要喝酒的，对不对？毕竟2年了，这么多人辛辛苦苦陪你走过来，肯定大家要一起庆祝一下这件事情，对不对？道个别啊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想着起码怎么着你要喝酒，你也得先吃点东西，让对胃好嘛，对不对？肯定要先吃饱，所以到了那边马上先找我们的桌，大口塞饭吃。然后没过多久，我们队长嘛，队长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带领你的这个团队去，就是该敬的酒呀或者该喝的酒，我们就去喝嘛。然后好，我们喝的红酒，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会儿都还没吃多少呢，我还跟他说，我说现在就去吗？你确定现在就开始？因为就是很大一个宴会厅嘛，有很多人，大家都需要一起就是聊聊天呀、喝酒之类的。我还想着，我说咱要不再吃会儿，咱要不再就是你懂吗？再做准备再去。完了，刘宇就直接就是带着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往那边走。我说行，我说行，好去喝。一开始都还好，对不对？每个人我们可能是一个人，也不能让人家喝11杯嘛，所以我们就是喝一口啊，这样喝一口喝一口。突然到了有一个人，他有一把那个酒干了。这情况下，你但凡有一个人干，你剩下的都必须得干，你不能剩，你明白吗？就是有一个人干就都得干。我们看到他干之后，我看他干之后那个表情，我跟米卡对视了一下，我俩就就那种然后再看到刘宇很淡定的，你知道吗？他贼淡定，我觉得他酒量真挺猛的。你别看他就是平时，但是我觉得他喝酒真的挺厉害，就酒量绝对盯得住那种。然后我们就开始干，好干。最重要的是，有的人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啊，我们为了准备说跟这么多人喝酒，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面倒的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我们只打算喝一口的呀，对吧？喝倒的满满的。我突然有个人干了，那就代表我要把为整场人准备的酒在一个人身上全部喝掉。完了，当时直接我内心就喊记，然后就干，就是那一杯下肚之后直接记了，就那杯下肚之后我直接就没了。那杯下肚之后，哇，就是那杯下肚之后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那杯下肚之后就反正就是不行了，就已经就不太行了，对，很晕。但是我平时就是如果喝到酒喝到晕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困，你会想睡觉的。但是那一天没有，我那天就是嗨，那天就是高兴，我那天就是爽。完了那天到后面，我在那个宴会厅和米卡摔跤，我们两个在那里摔跤，然后我把摔到地上了，然后那个旁边好像有工作人员还来劝我们说啊，你们两个是在打架吗？你们两个不要打架。结果我们两个就是笑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就反正很夸张，就一开始大家都是我们队形整齐，我们11个人是很整齐的一个团队，你知道吧？我们一定要把每一周的这个目标 KPI 都要达成，才可以自己去爱干嘛干嘛。但是呢，我们那天就是喝这个队形喝到一半就散掉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队友在哪里了，就都不见了，就大家都是不知道谁在哪了。然后我就记得我和米卡在那里摔跤，我直接把放倒了，知道吧？他根本不是我对手，我把放倒了，然后我们俩对，我们自己还喝。然后后面第二次是我们自己在喝，我米卡还有赞多，那会儿我们3个正好又碰上了，哎，轮回来我们3个又碰上了。然后我们3个准备喝一杯，因为那会儿已经完全嗨了，说咱们3个也喝一杯吧，咱们有缘在这个宴会厅又再次相见，我们也喝一杯。然后呢，刘宇突然在旁边，刘宇说来我也来陪你们一起喝，但是我要是来喝的话，大家就必须要干杯。然后当时我正愁呢，你知道吗？我那个刘宇他以后就叫刘干杯，他就叫刘干杯，他喝酒就干杯，我感觉不干杯他都不喝酒，真的，不愧是队长。然后那个他，然后他就突然跑过来，他那天还是红头发，哇哇乌泱泱红一片，然后过来之后喝，咱哥几个喝，你们必跟我干。
完了我们就不怂，我说行，我们就干杯。我那个酒杯当时比如说有这么大一杯，我有这么多，我有2/3都在我那杯子里，我本来也赞多给我倒的，赞多给我倒了那么多。然后呢，正好那会儿米卡酒杯里面有很多酒，我说没事兄弟，我这人天生就爱帮人忙，我说我给你匀，我把我的这个匀给你，然后我说我帮你，你不用怕，我就爱帮你。我把他杯子拿过来，当时我们都已经喝醉了，然后我把我的那个杯子找到他的杯口之后，我直接哭往里倒，我就没停，我就说难得真的，我那会儿本来就是已经都不行了，我说正好要刘宇要我们干杯，没问题啊，米卡你没酒没事，我这儿有，我非常多酒，我给你倒嘛。完了我给他倒了，我可能给他倒了我的2/3，我就给我杯子里剩了1/3，全倒给他了。我说来刘宇，你不想干杯吗？咱就干杯，我杯里这么一点，我有底气啊，我杯里就这么一点，我说咱现在就干杯，就趁这会儿，不然一会儿米卡后悔了，他又给我倒回来。然后我们直接就一下干掉那一杯之后，我就带着米卡摔跤去了，知道吧？我直接把放倒在地上，他就根本都反抗不了。确实这个时候就是身高就是有优势，我直接把他放在那儿，完就有人来劝架，说我们两个在打架，我说没有，不要想太多。然后就开始就各种合影啊、拍照啊，然后喝着后面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后面就没什么记忆了。米卡酒量也不太行，我们这里最差的应该是小酒应该是最差的。小酒的话，小酒它酒量就是小酒量，小酒它是真小酒。然后我都还算行的了，我觉得那个刘宇应该是能喝的。家园酒量，家园啊，我跟你说家园是什么？家园平时就是跟我们说，我绝对能喝，东北的我必能喝，就这种就是会跟我们讲，如果有这种需要喝酒的地方，他说哥们儿绝对行，我信他呀，对不对？营口硬汉，对不对？我就信他。完那天我们喝完第一轮，记得我刚跟你们讲的，我说第一轮刘宇干的第一次杯我们都下肚之后，张家园直接换啤酒，他直接说实话，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对红酒有过任何的欲望，我不想喝红酒，我去找一杯啤酒喝吧。然后他直接拿了一瓶啤酒过来，这就是营口硬汉，你知道吗？就是换酒换的最果断，他就是那个硬汉。我们所有人拿着红酒杯，我打小就不爱喝红酒，直接拿了一罐啤酒过来，我们继续喝，想干就干，没问题。你要你就 cheers， 就这样 cheers， 我们干杯，就这样。家园，我们家园行啊，我们现在10个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疏忽一致的非常高，所以我们10个人对他的评价，知道吧？纯营口硬汉，啤酒配大酱，绝对无敌。然后到最后我喝到一半，我们就已经疯掉了，我们拿每个人的手机，就是逮着一个手机就得拿那个手机的相机拍着，是吧？我记得我跟米卡把刘宇的手机给偷走了。刘宇的手机偷走之后，我们就拿他手机去录视频。我们两个在他手机上自拍，拍的东西反正也都不能发，就是真的很夸张，就是完全播不了。然后的话，就是因为都喝太醉了，知道吧？然后那个就是我的手机里面也有，反正就是乱成一锅粥，我直接乱成一锅粥。一开始都还好，因为你知道老板也都在，你首先你自己原生经纪公司的老板也在，然后 YGY 的老板也在啊，腾讯的老板也在，我们这么多人齐聚一堂。肯定不能说，就是你不能出现摔跤的这种场面吧，对吧？不行，到最后呢，就4仰8叉那种，就是直接五脚朝地，什么五脚朝地，什么朝天，反正就是完全不行。然后那个，我现在讲的我脑子都已经要乱掉了，我感觉我现在跟喝了酒似的。然后喝到一半，就是我们一开始还想着我们11个人一起来的，怎么着退场也得一起走吧，没有，到最后就是谁不行了，谁就先被拖回去。然后我就回房间了，我回房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第二天就有人讲说这个说李默就是直接说首先反正小九是被拖回去的，然后李默就是那种，就比如说这是椅子，这是一个椅子，对吧？比如这是椅子，他头就在这里，然后脚翘在这儿，这样就那种，那样就大家都已经不行了。就可以说小趴菜。但是我自己就是怎么说呢，也承认吧。I forgot。哇，你妈那天喝的可好玩了！哎呀，那天喝的，我发现他喝酒就是那种，他喝醉了之后他就这样，他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大元，把我手机拿来。他就这样，我跟你讲。我不能再爆料米卡了，反正我和米卡玩得很开心那一天，然后米卡的酒量也比较差。你有跟你说，米卡不可以喝酒。我可以。米卡不可以喝酒，米卡。可是他。我可以喝酒，是因为那天我没吃饭，
我从早上到晚上我没吃饭，然后我突然开始喝酒，我肯定会 get drunk， 懂吗？就是我可以喝酒，但那天我没吃饭。我真的没有故意要喝那么多的，那是因为李默搬凳子过来，然后我们一起飞。起飞不是起飞。因为我发现我喝醉了以后，好开心啊！我跳起来，我落下去的时候感觉我要落很久，然后我就站在椅子上往下跳，然后这边就跳了很久。后来他们说跳了之后，后面老板在看，我就用仅存的一点意识我就没跳。对，然后那天真的有点丢脸。他也跟我一起喝的那一天，也在一起直播，我刚才还在楼下跟你们讲那个喝酒。那天他也跟我一起喝。我刚才我说小酒，他酒量真的小酒量。谁？他酒量谁第一杯？酒量太差了。谁第一杯？你的酒量真不行，林默你也不行，能明白吗？林默，我听说你那天的那个姿势是就是你的脚在椅子上，然后头在地上，是吧？是这样的吗？我忘记了，他都忘记失忆了。来，这边还有一个。他真的最能喝。这边还有一个酒神。你们在说些什么？他是小朋友，最能喝的小朋友。你们这是尹浩宇要那个了是吧？尹浩宇，哎呀，尹浩宇绝对是酒神。什么？尹浩宇纯酒神。我可以说你们那天怎么样啊？你不要说我那天怎么样。我觉得不行。非要我把那个视频发出来是吧？啊？什么视频？非要我把这个什么视频啊？非要把你别说你自己也有。我还跟你没有呢。我每个人手机他们也是最好笑。真的让我们俩太嗨了，等一下。停，说可以让带上手机啊，手机带过来。禁止。哦，手机禁止这个话题，有病啊！你们太神经病了。他也还行。我终于会拔罐了，家人们。来，你拔罐来。啊，这个不要。来，大哥，你在家里。来，哎，以为会脱衣服是不是？哥，我还想活着。啊，小心，不干净吧？翻车，丢脸。没人有镜头看，没有镜头面对我就无所谓。家里边是酒神，我刚才跟他们说你换酒，我刚才他们说我们打完第一圈，这儿哎呀，我从小就不喜欢喝红酒，直接就拿一罐啤酒。这个太逊了吧你那天，家里边逊爆了，不是没钱的，不是。我觉得那天最好的就是林默、不是米卡和周可宇，还有我这位哥就是这个小酒高进说，我觉得他是对，你很乖。但是也没喝多少，其实我们也没有就是说一直这样去喝酒，但是就是真的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酒量都太差了，所以少喝一点就会比较那个。但是那一天真的我觉得值得，就是因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很宝贵的回忆。其实我们这2年我们11个人都没有这样过，就是一次这样的回忆都没有。然后在我们最后结束要毕业的这一天，其实大家留下一点这种属于我们自己青春这种比较疯狂的回忆，还是挺好玩的，真的。